伊朗政权与人民正进入一场前所未见的生死对决。2026年1月初，伊朗当局下令切断全国网络，试图让数千万民众陷入资讯黑暗。然而就在同一时间，太空中一颗颗星链卫星悄然亮起信号，将自由的讯息光束洒向伊朗大地。执政当局封锁网络，本想孤立抗议人群，不料马斯克的卫星网络却从天而降，为伊朗人民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更令人震撼的是，有传闻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多名高层早已拟好出逃俄罗斯的紧急计划，甚至传言哈梅内伊本人已秘密飞抵莫斯科避难。此时此刻，伊朗全国抗议声浪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从德黑兰到偏远小城，数百万愤怒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呼着推翻政权的口号。这一切仿佛宣告，伊斯兰共和国47年的统治正面临它最危险的时刻，一场关乎伊朗未来命运的终极对决已经展开。过去几十年里，伊朗政权面对过不少挑战与动荡，但从未有哪一次像今天这般惊心动魄。如今的抗议运动规模之大，群情之激昂，诉求之激进，远远超过2019年和2022年的抗争。导火索源于经济崩溃，物价飞涨，货币崩跌，让民不聊生。2025年末，伊朗里亚尔汇率一再创下新低，短短半年贬值超过一半，通货膨胀率飙升至 40%、50%，普通家庭连鸡蛋和面包都变得难以负担。几十年来积累的愤怒终于在经济崩溃的瞬间被引爆。当老百姓填不饱肚子，看不到未来时，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统治者的空洞承诺和铺张腐败。2025年12月下旬，德黑兰大巴扎的商贩们率先罢市抗议。巴扎，传统市集的商人，历来被视作伊朗社会的风向标。1979年革命时，正是他们与宗教领袖结盟，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而如今，这批曾经支持政权的保守商人也走上街头，高喊着对现政权的不满。大巴扎的罢工迅速传播，全国各地城市纷纷响应。伊斯法罕、设拉子、马什哈德、大布里士数以百计的城镇出现游行队伍。起初，人们喊的是经济口号，要求政府控制通胀、稳定汇率。但很快，抗议的性质发生了质变，街头的呐喊从我们要饭吃变成了我们不要这个政权。示威者高呼打倒独裁者，哈梅内伊下台，甚至直接喊出伊斯兰共和不要也罢。许多人不再遮掩怒火，直接点名最高领袖，连去死吧哈梅内伊这种过去难以想象的标语都堂而皇之出现。在德黑兰的自由广场，在库德斯坦省的偏远城镇，回荡着统一的呼声：人民要改变，人民要自由。短短几天内，抗议规模越滚越大。进入2026年1月，伊朗31个省有超过100座城市爆发示威，从北部的吉兰省到南部的胡齐斯坦省，无论波斯人、库德人、阿塞里人还是俾路支人，都加入到反政府浪潮中。这种全民族、跨族群的团结在伊朗当代史上极为罕见，显示出现政权已丧失各阶层民心。许多分析人士惊呼，这恐怕是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有甚者，许多示威人群挥舞着伊朗旧国旗，上面绘有狮子与太阳的绿白红三色旗，那是巴列维王朝时代的国旗，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即被禁止。然而现在，这面旗帜重新出现在街头，象征着人们对世俗化王室时代的怀念。这是最后一战，巴列维要回来。在阿拉克、拉什特、霍拉马巴德、设拉子等城市，群众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表达对前王室的支持与对政权更迭的决心。将近半个世纪前，伊朗人民曾经抛弃巴列维王朝，迎来了伊斯兰政权。如今将近50年过去，他们当中越来越多人开始呼唤巴列维家族的归来。命运的轮回让人不胜唏嘘。眼看局势急转直下，伊朗当局祭出了惯用的维稳手段。其一，安抚与警告并举。总统和高官们一方面承认经济问题确实存在，声称会采取措施稳定物价，
另一方面又将矛头指向境外敌对势力，把抗议污蔑成外国煽动的骚乱。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讲话中表示，经济困难是真实的，但同时严厉警告，煽动动乱者不可逾越红线。言下之意，若骚乱继续，当局将不惜动用强力镇压。其二，部署安全部队强势镇压，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以及反暴动警察在各大城市严阵以待，对示威群众发射催泪瓦斯，逮捕所谓暴徒。一些地方传出流血事件，至少数十名抗议者在冲突中丧生，上千人被捕关押。有医院的画面显示，安全人员甚至冲入医院殴打伤者并逮捕他们。例如，西部伊拉姆省的一家医院便遭到安全部队冲击，伤患和家属一度被拘捕。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招，切断资讯联系。在抗议爆发后不久，政府逐步限制行动网络和国际网络连线速度。到了1月8日夜间，干脆直接下令关闭全国互联网以及国内大部分电话通讯服务。顿时，伊朗变成一座信息孤岛，社交媒体上本来频繁更新的现场视频忽然消失，许多城市与外界失联。当局企图重演2019年黑暗11月的剧本，用数位铁幕将国人与世界隔开，在舆论监督缺席的情况下为所欲为。然而2026年的伊朗已非昔日可同日而语，政权低估了民众的决心，更没料到科技的进步会撼动自己的镇压策略。正当德黑兰当局以为掐断网络就万事大吉时，一些令人惊讶的讯息开始在境外社交平台传开。有人在网上发帖称，即使在全境断网的情况下，他们仍能够发出简讯。更劲爆的是，这背后的功臣竟然是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网络。原来，早在2022年伊朗上一波全国抗议时，埃隆·马斯克就曾表态要为伊朗提供星链服务，并获得美国政府特许开放。过去1年多年来，不少伊朗民众和海外活动人士设法将星链终端设备偷运进伊朗境内。据传，目前伊朗境内隐蔽使用的星链天线可能多达数万部，分散在民间各处。一旦当局断网，这些终端就能连上头顶的卫星，绕过地面网络封锁。同时，更令人振奋的是，星链计划正在测试一项全新技术——直连手机服务，也就是让普通智能手机直接连接卫星收发简讯。马斯克的团队把卫星变成了天上的手机讯号塔，只要手持设备支援 LTE 讯号，头顶看得到天空，就可能在没有地面网络时直通卫星发出短信。这项技术目前还在初期阶段，暂时仅能传送文字讯息，语音和数据服务则有限开放，但仅能传简讯已足以改变战局。对一个被全面断网的国家来说，能发出消息本身就是战略级的能力。有观察人士感叹，在集权者切断网络意图制造信息黑洞之际，现代科技硬是把讯号塔搬上太空，撕开了铁幕的一道口子。当前关于星链覆盖伊朗的传闻虽未经官方证实，但多方迹象显示，马斯克确实已亮起星链，并承诺尽力保持伊朗境内的卫星连线运转。信息成为21世纪抗争中最锋利的武器之一。当局能封锁道路，监禁意见者，却没那么容易关掉从天而降的讯号。当简讯和影片片段依然源源不绝地传向世界，伊朗人民的呼声就无法被完全淹没。随着星链消息传开，抗议者士气大振，当局却更加恼怒不安。德黑兰政府明白，过去他多次靠网络断讯遮蔽镇压真相，如今这一招很可能失灵。据报道，在断网命令下达前，伊朗高层其实已经有所顾忌，他们清楚境内潜伏着星链终端。还记得去年6月他们试图局部断网时，马斯克在推特上直接确认星链信号已覆盖伊朗。当时就有上百万伊朗人透过星链连上无审查的互联网，让当局颜面无光。这一次全境断网是他们最后的王牌，却依然难以堵死所有讯息。有人戏称，集权者最怕的不是子弹，而是人民还能相互通信。的确，当南部小城镇的人们得知北部省份也在抗争，当全国各地透过地下资讯网络串联仪器，政权的各个击破战术就很难奏效。而星链正是提供这种串联的利器。马斯克也许远在大洋彼岸，
却以科技手段参与了伊朗人民争取自由的战役，这成了本次伊朗变局中一则不可思议的插曲。但是，此刻令伊朗统治者更加恐惧的不仅是星链信号，而是他们自身后院已现熊熊烈火。伊朗政权内部正弥漫着前所未有的紧张与分裂气氛。随着抗议升级，有传闻指出，多名高层官员开始为最坏情况做打算，安排家属悄然出境，转移巨额资产到海外。一项震撼外界的消息是，根据英国《泰晤士报》1月初的独家报道，86岁高龄的哈梅内伊面对建政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已秘密制定了一份名为 B 计划的应急撤离方案。一旦局势失控或军队出现大规模倒戈，哈梅内伊打算携带他的儿子莫齐塔巴被视为接班人，以及约20名直系亲信和家人搭乘飞机连夜逃往俄罗斯避难。报道称，哈梅内伊选择莫斯科作为最终避风港，是出于对普京的信任及两国紧密关系考量。毕竟在当前国际格局下，俄罗斯几乎是唯一愿意并有能力庇护伊朗最高领袖的盟友。消息还透露，哈梅内伊家族庞大的财富网络，估计价值约950亿美元，也在迅速变现转移。一部分资金透过秘密账户汇往俄罗斯、东亚及中东海湾国家，确保流亡海外后衣食无忧，继续拥有政治影响力。这套 B 计划据称是参考了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下场。阿萨德政权于2024年底终于倒台，他本人仓皇出逃莫斯科并获得庇护的案例，深深刺激了哈梅内伊。因此，伊朗最高领袖也预作打算，希望必要时复制阿萨德的逃亡路线。当然，官方并未证实上述消息，伊朗政府甚至言辞驳斥这类传闻是敌人的虚假宣传。哈梅内伊本人在公开讲话中痛斥西方媒体造谣惑众，称他们是穿着西装的野蛮人。然而，不管 B 计划的细节真假与否，它本身的流传就对政权构成心理重击。一方面，民间舆论因此更加坚信当局色厉内荏，连最高领袖都在盘算后路，说明这个政权确实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安全部队内部那些本就士气低落的官兵得知领导人准备跑路，难免更加心生动摇。我为你卖命镇压同胞，你却准备随时抛下我们逃之夭夭。试想，一支开始怀疑奉命镇压意义何在的军队还能坚守多久？这正是哈梅内伊最恐惧的场景，也是他设定 B 计划的触发条件。如果军队或革命卫队大规模拒绝执行镇压命令，他将果断启动撤离德黑兰的最后手段。从近期发生的种种迹象来看，哈梅内伊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抗议浪潮中，已经出现零星但具有象征意义的倒戈事件。例如有报道称，伊朗西北部一座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基地里，一位高级情报军官在镇压命令下达后选择叛逃，投向抗议者一方。还有消息指称，一些地区的警察放下武器，不愿再镇压手无寸铁的民众。在西南部靠近伊拉克边境的阿布达南市，抗议者据称已于1月上旬短暂控制了整座城市，当地军警撤出，市政机构瘫痪，这是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头一次有城市落入民间之手。同在伊朗西部的马勒克沙西市也传出类似情况，安全部队退出，留下抗议人群自行管理。虽然这些城市规模不大，而且事后军方可能重新进驻，但它们极具象征意义，说明基层政权机器开始出现裂痕。当年1979年革命期间，伊朗各地也曾出现军队开小差、城市光复的局面，最终加速了巴列维王朝的垮台。历史仿佛正在重演，只不过这次矛头对准的是神权统治者。事实上，伊朗军队和安全体系的忠诚度早已在逐步侵蚀中。去年6月发生的12日战争就是一大转折点。以色列在美国支援下对伊朗本土发动了一系列空袭，集中打击其核设施和革命卫队指挥系统。据报道，福尔多、纳坦兹等地下核浓缩基地被摧毁70%。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等多名高阶将领在袭击中身亡，连国家最高安全会议秘书沙姆哈尼也未能幸免。伊朗耗费多年苦心经营的防空系统在短短12天内土崩瓦解，其核威慑能力遭受重创。战后，
以色列甚至公开威胁要对哈梅内伊本人进行斩首行动。这场前所未见的打击导致伊朗军心大乱，哈梅内伊本人被迫深居简出，长期躲藏在德黑兰北部的地下掩体中，通过录音和书面指令遥控政局，很少公开露面。而作为哈梅内伊权力支柱的革命卫队内部，据闻也出现士气低落和纪律松动的苗头，底层官兵因为经济困顿抱怨连连，有些单位心想拖欠严重，部分军官对再次镇压手足同胞心生抵触，担心一旦将来政权不保，他们会成为替罪羊。换言之，在去年接连的内忧外患中，伊朗镇压机器的威慑力与执行力已显著下降，这为今天抗议者取得突破埋下了伏笔。现在我们回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近半世纪的统治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民怨累积、抗争升级的曲线。1979年，伊朗人民推翻君主制，欢天喜地迎来了以霍梅尼为首的神权政体，多数人以为从此摆脱专制，实现正义。然而新政权在镇压意见、垄断权力方面毫不手软。1980年代末，两伊战争结束不久，霍梅尼下令处决数千名政治犯，清除了左翼和异议人士，社会上第一次出现对新政权残暴本质的质疑声。1997年，经历连年高压统治后，伊朗选出了改革派总统哈塔米，社会掀起一股希望浪潮，人们期待言论自由和社会改革。然而保守派牢牢掌控核心权力。1999年，德黑兰爆发学生示威，要求新闻自由，却被警察和民兵暴力镇压，改革派势力遭打压，开明法案屡屡受挫，民众的希望开始转为失望。2009年，一次转折到来，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总统连任选举被普遍质疑舞弊，数百万伊朗人走上街头，要求还我选票。这就是著名的绿色运动。那时示威者的诉求其实还是在体制内寻求公正，他们高喊的是真主伟大和我的选票哪里去了。可即便如此温和理性的请求，仍然遭到强硬派的无情镇压。革命卫队和巴斯吉民兵开枪镇压了和平游行，上百人被杀，成千上万人被捕，改革派领袖被软禁。绿色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在无数伊朗年轻人心中埋下了怀疑的种子。原来这个号称伊斯兰民主的体制，连最基本的民意也可以粗暴践踏。随后的10年间，伊朗的抗议此起彼伏，经济困境与社会自由受限的矛盾越发尖锐。2017年底，经济不景气引发全国多地爆发抗议，起初是对物价上涨和贫富不均的不满，但许多民众已经喊出口号，不要伊斯兰共和国。虽然那次规模较小，却首度在保守的乡镇听到了反神权的声音。2019年11月，政府突然宣布汽油价格涨价50%，引爆大规模骚乱，民众封堵道路，纵火抗议，政权调动军警血腥镇压，同时实施了一次接近完全信息封锁的全国断网。那几天成为伊朗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据人权组织统计，超过1500名抗议者，包括妇女、儿童遭到枪杀，无数家庭在晋升中失去亲人。当局至今拒绝公布确切死亡人数。凭借暴力和断网，哈梅内伊暂时稳住了局势，但伊朗人对这个政权的怨恨也达到了新高点。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那血腥的11月大屠杀，而这笔血债，政权终将要偿还。2022年9月，导火索再次点燃。年仅22岁的库德族女子玛莎阿米尼因所谓头巾未戴好，被道德警察拘捕，不久离奇死亡。头部重伤的照片传出后，举国震怒，积压已久的民怨以女性权利为起点，全面爆发。女性、生命、自由的口号响彻伊朗街头，女性摘下并焚烧头巾的画面震惊世界。年轻一代不再畏惧宗教禁锢，男性也纷纷加入声援。那场抗议持续数月，遍及全国，大约500多人丧生，数万人被捕。即便在严冬，仍有勇敢的女性不戴头巾走上街头抗争。尽管最终因残酷镇压告终，但女人、生命、自由运动极大鼓舞了伊朗社会的抗争意志，特别是影响了所谓 Z 世代21世纪出生的年轻人。他们亲眼见识了政权的残暴，
也认清了温和改革无望的现实，许多人暗下决心，与其苟活，不如奋起改变。以上这一段段血泪交织的历史，让我们明白了如今伊朗抗争为何如此坚决。40多年里一次次的承诺落空，期望破灭，换来的是贫困、腐败和高墙铁拳。民众从争取改革到要求革命，从渴望体制内改善到彻底否定整个政权，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飞跃。尤其是现在走在前排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1979年的革命激情，没有感受过霍梅尼最初的号召力，有的只是从小到大对政府无处不在的控制和宣传感到厌倦。他们在互联网上看世界，翻墙软件盛行，知道普通人本该过上怎样正常的生活，言论自由、经济繁荣，与全球接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强制与现代文明隔离。他们对国家被少数神权精英挟持，资源挥霍于对外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感到愤怒，也对自身未来一片暗淡感到恐惧。当代伊朗社会其实早已在心理上与政权决裂，只不过过去缺乏一个引爆点，将这股潜流推上台面。而2025年底的经济崩盘终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饭都吃不起，电也供不上，货币成了废纸，绝望的人们不再畏惧子弹，反正活下去也是受罪，还不如拼一把改变命运。由此可见，今天伊朗的大爆发绝非一日之寒，它是数十年不满和反抗积蓄的总喷发，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忍无可忍后的总反击。对哈梅内伊和统治集团而言，这场空前的危机早已令他们心生退意。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一向以训教、反美斗士自诩，实则贪生怕死，贪恋荣华。一旦局势对己不利，他们比谁跑得都快。去年12日战争开打后，就有证据显示不少权贵仓皇出逃。德黑兰国际机场监测到一架波音747客机在深夜起飞后关闭了应答机信号，以黑飞状态直奔边境。据传，那架飞机载满某些政要的家属和他们连夜打包的金钱珠宝。同时，在伊朗与土耳其的巴扎尔干陆路口岸，目击者看到许多开豪车的富人和前官员拖家带眷排队出境，他们不惜贿赂边检也要逃离伊朗。更有军方消息称，当时有一些高级将领直接搭乘军用运输机逃往邻国。这一幕幕令人瞠目的画面透过小道消息传开后，很多伊朗百姓既愤怒又感到荒唐，嘴上高喊反西方的神权派，其实早把子女和财产安顿在西方国家。要是真有战事或内乱，他们第一时间溜之大吉，把人民留在原地承受苦难。这也难怪最近街头有一幅讽刺涂鸦火了，画的是一架飞机，机舱里挤满了戴头巾的阿訇，神职人员们疯狂往上钻，下面标注革命卫队专机直飞莫斯科。这正是对当前传闻的哈梅内伊出逃计划的写照。对普通伊朗人而言，若真见到统治者连夜逃跑，他们也许只会在总统府前载歌载舞庆祝胜利。然而，政权是不会轻易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在彻底垮台之前，他很可能做出最后的疯狂反扑，而这正是国际社会所密切关注、严正警告的。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伊朗的内乱不仅牵动邻国和西方各国的神经，更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尤其是美国。现任总统唐纳川普对伊朗政权可谓极尽强硬。早在2025年初，美伊之间就因核问题和地缘冲突而剑拔弩张。川普在重返白宫后不久，便下令对伊朗在中东的盟友加大打击力度。在也门，他授权空袭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美军频频打击亲伊朗民兵组织的据点。最令人震撼的是，今年1月初，美军居然直接对委内瑞拉的马杜洛政权动手。1月2日，川普公开警告伊朗当局不要镇压抗议者，否则将面临严厉后果。话音未落，隔日美国军队就在加勒比海彼岸展开了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出动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活捉了委内瑞拉独裁总统马杜洛及其夫人。这一消息如同重磅炸弹轰动全球，马杜洛夫妇旋即被押解上美国军机带回美国，面临国际贩毒等罪名的刑事指控。
川普政府以这种几乎没有先例的雷霆行动，向全世界特别是伊朗发出明确信号，美国不是说说而已，如果再出现残暴镇压平民的行径，美国完全可能如法炮制，把相关独裁者一个个绳之以法。对此，伊朗高层既震惊又惶恐，毕竟美国上一次直接抓捕他国元首还是1990年逮捕巴拿马的诺列加将军，而推翻萨达姆和卡扎菲则虽有美国介入，但最终是民众处决了本国独裁者。如今马杜洛被活捉的场景无疑让哈梅内伊等人冷汗直流，他们不禁要问，川普会不会将矛头对准德黑兰？万一美军来个斩首行动，自己是否有机会逃生？或许正因为这层担忧，哈梅内伊才对莫斯科避难特别执着，因为除了普京的俄罗斯，世界上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地方能够保护他不被美国拘捕审判了。川普政府也确实步步进逼。就在伊朗断网镇压的同一天，1月8日，川普总统公开发声警告，如果伊朗当局开始像过去那样杀害和平示威的民众，美国将对伊朗采取严厉行动。他强调，美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提供干预协助，不会坐视无辜民众遭屠杀。这番话透过各种渠道传入伊朗，令无数抗议者深受鼓舞。美国总统明确站在人民一边，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景象。2009年绿色运动时，美国和欧洲领导人多保持沉默，让许多伊朗民主人士心寒。而现在，西方世界的态度发生了转变，除了美国，欧洲各国也纷纷谴责伊朗当局暴力镇压，德、法、英等要求德黑兰克制，尊重和平示威权利。邻国土耳其、巴基斯坦则密切关注局势，生怕伊朗内乱外溢，影响自身安全。国际舆论可以说空前一致的同情，支持伊朗人民的诉求，这使得哈梅内伊政府几乎陷入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雪上加霜的是，他原本的支柱盟友也各有盘算。俄罗斯固然在安理会挡住了谴责伊朗的决议，甚至暗中承诺收留伊朗高官，但莫斯科自身深陷乌克兰战事泥潭，能提供的实质援助有限。中国则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曾与伊朗签订25年战略协议，但北京对发生在友邦的颜色革命同样戒惧非常。一方面不希望伊朗政权倒台，破坏其在中东的布局，另一方面也不愿公然与国际主流对抗，去力挺一个可能倒台的政权。最近有传闻称，中共当局私下向德黑兰传达建议，要求伊朗稳定局势，避免流血，实则是担忧伊朗局势失控，殃及自身利益。可以说，伊朗政权眼下能倚仗的只有手中的枪杆子，但偏偏连这最后的依靠，如前所述，也在颤抖和松动中。国际压力与国内抗争交织，使得伊朗局势变得极为难测。未来可能出现多种结局，其一，统治集团孤注一掷，强力镇压下的血腥清场。如果革命卫队和军队高层依然效忠，哪怕有部分士兵抗命，只要整体机器还听命于哈梅内伊，他们或许会重演2019年的血腥手段，用机枪和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人群。在完全断网状态下，他们短期内的确能造成巨大杀伤，逼使街头平静。然而，正如川普警告的，那样做将几乎必然引来美国的军事打击。别忘了，美军此刻在中东部署正在增加，大量空中加油机、运输机飞向该地。美军精锐三角洲部队也已进驻伊拉克境内待命。以色列内阁据传已批准铁拳行动，随时准备联合美军在48小时内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政权一旦在国内大开杀戒，美以联军极可能乘机摧毁伊朗残存的军事力量，甚至直接定点清除重要领袖。到那时，哈梅内伊和他的亲信们恐怕连逃亡莫斯科的机会都未必拿得到，就会在战火中垮台。其二，军方倒戈，政权迅速崩溃。如果有更多部队像阿布达南那样拒绝镇压，甚至倒向民众，事态将呈现雪崩式发展。一旦首都德黑兰出现军队哗变，例如某些师团宣布不再服从最高领袖命令，那么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可能在几天内土崩瓦解。哈梅内伊和他的核心圈子若能及时登上飞机逃离，还能苟全性命，流亡海外，否则极端愤怒的人民可能会将他们绳之以法。巴列维王朝
末代国王1979年1月16日仓皇离国的情景，也许很快会在哈梅内伊身上重演。不同的是，当年的巴列维国王并未遭清算，而哈梅内伊等人面对的或将是人民和法律的审判。其三，政权被迫启动过渡，寻求体面下台。这种剧本是许多理性人士乐见的，即统治当局意识到大势已去，在国际斡旋下和平移交权力，比如让哈梅内伊宣布解除宗教委任，授权某个临时委员会与反对派对话，筹备全民公投和重写宪法，然后他本人退休离国。这虽然相当于宣告伊斯兰共和国的终结，但优点是流血最少，社会稳定有一定保障。然而，这需要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开明派，且军队配合保护过渡进程，而不是死硬派顽抗到底。目前看来，在哈梅内伊强势掌控下，和平过渡希望渺茫。但若局势继续恶化，不排除体制内有人物为自保而倒戈，主动与反对派接洽和平交权的可能。毕竟许多官员也有家人子女未来需要考虑，他们未必愿意集体陪着最高领袖玉石俱焚。无论是哪种剧本，伊朗都已站在巨变的门槛上。对千千万万伊朗普通民众而言，这一刻可谓既痛苦又充满希望。痛苦的是，争取自由的代价或许非常高昂，过去几个星期已有数十甚至上百人牺牲，未来难保不会有更多流血。许多家庭在黑暗中焦急地寻找失踪的亲人，许多年轻人在街头冒着生命危险直面荷枪实弹的军警。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压迫与失望，人民心中那团追求尊严与正义的火焰早已压抑不住。一位德黑兰的女学生在抗议现场接受访问时说，我们只是想要过正常的生活。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无数伊朗人的心声。所谓正常生活，对他们而言却是奢望，不用因为一条头巾没戴好就丧命，不用因为上街和平示威就被投入黑牢，不用忍受官员挥霍无度而自己挨饿受冻，不用担心孩子未来只能在高墙内与世界隔绝。现在，他们决定为这正常生活豁出去了。老人站出来了，青年也站出来了，什叶派的穆斯林信徒站出来了，逊尼派、犹太教、巴哈伊教等少数信仰者也站出来了，工人、商人、学生、艺术家、家庭主妇，社会各阶层前所未有的携手一心。这股力量一旦凝聚，将是无坚不摧的。很多人说，伊朗的这场全民抗争就像1986年的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或2011年推翻独裁者的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当老百姓彻底醒悟并团结起来时，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长久抵挡。更耐人寻味的是，伊朗今日之巨变对整个中东乃至世界格局都可能带来深远影响。如果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垮台，它不仅意味着伊朗自身将迎来新的政治篇章，很可能是世俗民主或君主立宪制的重建，还将极大改变中东地缘政治版图。长期以来，伊朗是所谓什叶新月的领头国，资助着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也影响着伊拉克、也门、叙利亚等国内政。一旦伊朗出现亲西方的新政府，中东许多冲突可能降温，恐怖组织失去金援，地区迎来更大程度的和平与合作契机。同时，对像中国和俄国这样威权大国而言，伊朗人民推翻神权统治将起到极大的示范效应。难怪有评论指出，今日德黑兰的街头仿佛映照出未来北京的模样。中共高层近年来拉拢伊朗，组建反美阵营，甚至试图用人民币石油交易来削弱美元地位。如果伊朗变天，北京在中东的一盘棋恐将被美国和新伊朗政权联手翻盘，其精心策划的石油人民币圈将遭腰斩。更不用说，中国国内民众也会从伊朗人身上汲取勇气，连神权铁幕都能被撕开，集权统治未必牢不可破。或许正因如此，北京当局近期在舆论上对伊朗事件保持低调，同时加紧宣传所谓境外势力煽动颜色革命的老调，以防国内联想。同样的，莫斯科也在密切注视，普京虽愿庇护哈梅内伊，但若伊朗新政府出现，他也会寻求迅速建立联系，以保护俄罗斯在伊利益。可以确信的是，伊朗的变局将不再是他一国的事，而将牵动全球多方博弈。
话说回来，伊朗人民真正关心的其实很简单，让明天比今天更好。经历这场生死对决后，他们无疑希望能够迎来自由呼吸的明天。在长达47年的压抑统治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已经用行动表明，他们绝不愿再苟且偷生。如果说1979年的革命是一场宗教狂热驱动的巨变，那么2026年的这场革命则更多是一种集体清醒后的理性选择，抛弃神权极端，回归正常生活。有人或许会问，如果巴列维家族真的回归，伊朗就一定能变好吗？这当然没有保证。也许最终伊朗人选择的并非恢复君主制，而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国，也或许风云诡谲中会出现其他政治力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伊朗人向往的未来是一个不再有宗教独裁、资讯封锁和漫无止境对外对抗的未来。他们要的是经济繁荣、与世界互动、自身权利获得尊重的正常国家地位。这一点，无论是前王储里萨巴列维，还是任何反对派领袖，都必须切实明白并满足，才能获得民众长久的拥护。夜深了，德黑兰的街头仍有年轻人徘徊，高唱革命诗歌。星空下，不知名的手机荧幕还在透过星链微弱的信号向外传递着消息。这是一场资讯时代与独裁铁幕的对决，是人民渴望正常生活与统治者偏执守权的对决，也是历经几代人血泪后理性光明与臣服集权的最终对决。无论结果如何，伊朗的历史正在翻开新的一页。或许明天清晨会传来更多城市解放的捷报，或许仍有漫长黑暗需要穿越，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人民已经觉醒，再也不愿回到从前那样沉默忍耐的岁月。正如街头涂鸦所写，我们不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当恐惧的枷锁被挣脱，专制者的权威也就走到了尽头。伊朗的未来即将重塑，在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新生的曙光随时可能喷薄而出。我们且拭目以待，等待历史给出答案。这场惊天对决究竟将以何种方式落幕？无论如何，今天伊朗人民用勇气和鲜血写下的故事，必将长久地铭刻在世界自由斗争的史册之中。